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病例啊，它的拔牙呢，并不是这个牙没有功能，也并不是因为这个牙出现了任何的牙病啊，它其实就是一颗非常完好的牙齿，只是呢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需要让它做出一些牺牲。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见到很多10多岁的孩子啊，在牙医那边啊，当然一般是指专科的牙医，能够从事具有正剂治疗资格的牙医那边呢，做牙齿矫正的方案。其中某一些孩子啊，因为他的牙槽骨量的不够，造成的牙列的拥挤，在一些特殊情况底下呢，就需要拔掉几个健康的牙齿来留出空间，让这个牙齿获得更好的排列。在正剂治疗以后呢，不仅让牙齿看得整齐，而且呢，它还会通过扩张或者收缩牙弓，并且呢，在牙齿移动之后啊，牙槽骨呢，自然而然的会形成新的曲线，使得正剂前后判若两人啊。我们有很多的明星，比方大家对 Angelababy 这么一个女明星呢，曾经有过很多质疑，就发现她年轻的时候啊，和后来她的脸型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本人发誓，并且不信呢，叫她的医生来做证明她没有在脸上动过刀，只是呢做过一次牙列的矫正，就使得她的脸型啊得到了很大的美观上的改变啊。问题就来了，这样的好牙，我们如果在拔除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到底是要拔几个，拔哪一个位置？一般而言呢，正剂的专科医生是不负责拔牙，或者说大部分都是没有能力拔牙的。也就是说，这个专科医生一定是要委托一位全科医生，或者口腔外科医生，或者呢更专业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来进行拔牙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一颗好牙，你要从牙槽骨里面完整的拔除，最大的难度呢，就是它长得非常的牢固，就很容易造成你在拔牙的过程当中杠杆运用不当，在撬动这个牙齿时候呢，伤及邻牙，伤及那些不能拔除，将来要使用一辈子的那些边上的牙齿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以前在临床上也是经常有看到，该拔的牙没有拔掉啊，结果把边上不该拔的牙齿呢给拔松了。那如果拔松了，休息一段时间啊，估计还能恢复，但是严重的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牙根的坏死，这个牙齿的使用寿命啊就大大的缩短。更极端的呢，因为只是拔牙和拔牙操作的医生并非同一个人，往往呢是有其他的医生转过来，有时候病历上也是语言不清，甚至呢病历也有搞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把不该拔的牙拔掉，那这样呢就悲剧了。所以呢，如果说是这样的牙齿需要拔除，那么就应该反复的确认。这种确认呢，不仅是医生的责任，我们病人呢也是要了解，毕竟是这个牙是长在你的嘴巴里面，该不该拔，要拔哪个牙，拔了为什么，将来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千万不能伤及好牙，不能损伤邻牙。那我们都要跟医生呢一再的确认，只有在这样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共同的配合底下，才能够万无一失的拔出该拔的牙。除了以上两种啊，一种就是本身这个牙病造成了这个牙齿该拔，所以呢，除了医生要准确的核对病历，要和委托他的医生再三的确认是不是这个位置的牙齿，拔除牙齿的目的，并且呢，在操作之前和操作过程当中，反复的和自己的助手，我们称之为牙科助手或者牙科护士的人员呢，反复的核对牙位、核对病历，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底下呢，才可以实施拔牙，并且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呢，以专业的手法和技巧做好严格的保护，对邻牙的损伤做到最低程度。只要这些操作流程正确，操作的手法合理，再加上医生对病人负责任的责任心啊，绝大多数的 case 呢都不应该出现问题。病人呢也应该在这样的治疗过程当中，利用你的知情权，在做这些拔牙、处置手术之前呢，反复的和医生去对治疗方案进行讨论和确认，并且在手术实施之前啊，再一次的确认自己该拔的牙齿的牙位
以及是否会对邻牙呢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等等再三的确认只有你对自己的牙齿更加的看重医生呢才会更集中他的注意力也促使我们的医生呢在实施治疗的时候和治疗之中呢三思而后行，确保每一个步骤呢准确无误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对于拔牙应该找哪种医生，虽然说术业有专攻但是呢也没有说你就不应该找全科牙医，而必须要去找一个专科的牙医。因为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里面呢，大家都是先去看全科牙医。一般全科牙医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如果他没有办法能够很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他理所当然的为了病人的利益，更为了自己的信用为了自己长久的口碑，他理应呢要把一个复杂的病例转介给更有能力的专科医生那里。一般而言很少有直接到专科医生去挂号看诊的，这跟我们国家大家都纷纷跑到三甲医院去找主任教授这样的大专科医生看诊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呢看我视频的很多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华人、华侨同胞所以呢我必须把这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下的一些处置和对应呢都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当然还有很多特殊情况的拔牙，比方感染症的拔牙，你像半年多以前大家还噤若寒蝉的新冠病人的拔牙、传染病的拔牙等等我们以后在合适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分享就不作为一般的情况来跟大家讲解了。那今天呢我们打着一个题目，拔牙到底应该找谁，找什么样的医生。简而言之呢，就是任何一个能够有能力给你拔牙，并且呢在治疗前能够跟你做有效的沟通，让你感觉这个医生呢非常的负责任，同时呢在整个的操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仔细谨慎，反复的确认，把操作的流程和过程呢都能够跟你一一分享的医生呢，我觉得都是值得信赖的医生。但是对于那些特殊的病例，或者拔牙以后有特殊需要的，或者拔牙难度很大的病例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尽可能的通过全科牙医去找到一位他推荐的专科牙医呢，为你去做这方面的更加专业的处置，这样呢就不会让你的健康受损，对你的牙齿长期甚至终生的功能呢是一种保障。那好了，今天呢我们又对拔牙这件事应该找谁，找什么样的医生呢进行了一些探讨，希望呢受到朋友们的反馈也包括你在这个上面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有这方面的需要，哪怕是困惑呢，都希望能够反映出来。我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来跟大家进行一些讲解和讨论。那今天我们的牙医说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